在讨论命运与自由意志之前，我们可以先从物理学的角度切入。我们中学都学过，分子因为受热而产生运动，那么分子系统就会产生内能，而能量是守恒的，所以内能和其他能量之间是相互转化的。能量的转化是通过分子运动发热来传递的，因此在分子热运动当中，每个分子都可以是单独的物体，每个分子都保持能量守恒，而在分子热运动中，可以将整个运动的分子作为整个系统来看，系统也是能量守恒的，内部的能量也是在进行转化的，因为每个分子之间都有一种作用力，因此整个系统受到所有分子作用的合力，就会对物体做功，就会产生能量的变化。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所学过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能量守恒。克劳修斯对此的表述是，一切自然过程总是沿着让分子热运动更混乱的方向进行，也就是熵增。由于自然界中的物体无法自发变为低熵状态，自然界中的熵增也意味着因果关系的发展，也即决定论的存在基础。然后我们可以想象宇宙为一堆物质，将物质分解为许多分子和原子。我们认为这些粒子永远不停地进行各式各样的运动，有时震动，有时移动。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我们所感受到的物理现象、化学作用、五官所感觉的种种物质属性，热、声音、电甚至吸引力都可客观地还原为这些基本运动。构成有机物体的物质遵守同样的规律，这些分子原子在运动中互相吸引和互相排斥。那么显而易，神经系统从四周物质所受到的冲击会影响大脑在指定瞬间的分子状态。从此又可以知道，在我们心中陆续出现的种种感觉、情感、观念可被界说为种种分子运动的合成结果。也就是说，宇宙中的所有分子都在相互影响，一个分子运动的果取决于其他分子运动的因，一个分子运动的因可以导致其他分子运动的果。也就是说，一切分子运动是提前被决定好了的，此即决定论。在遵循能量守恒基本规律的基础之上的决定论，意味着人体或整个宇宙没有任何一个原子的位置不是决定于其他原子对它所产生机械运动的总和。如果一个全知全能的智者知道了某人身体内各分子与各原子在指定瞬间的位置，又知道了宇宙内一切能影响这人身体内各原子的位置与运动，则他就能把这人的过去动作、现在动作、未来动作推算得丝毫不差，如同人们预测天文现象一样。这个智者被称为拉普拉斯妖。因而我们可以得出，当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当人类诞生的那一刻，当宇宙爆炸的那一刻，未来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被这一刻的状态决定了。我们此时此刻的行动和想法早已命中注定。人人常常认为，我们的人生道路是我们计划和努力的结果。我们成功是因为我们足够努力，我们失败是因为我们努力不够。我们对以往的成功得意，我们对以往的失败自责。这一切的人生态度是代表我们相信个人的主观意志，反对命运大手的存在。可是在前面决定论的讨论基础之上，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意志早已被决定，我们对自己人生的计划，我们努力的程度，都在被命运之手无情地操控住。我们可能很难去承认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生是早已被决定的。人似乎是真的是各有其命。爱因斯坦在给泰戈尔的信中写道，
如果月亮在其环绕地球的永恒运动中被赋予自我意识，它就会完全确信，它是按照自己的决定在其轨道上一直运行下去的。这样会有一个具有更高洞察力和更完备智力的存在物注视着任何人的所作所为，嘲笑人以为他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行动的错觉。这就是我的信条。从这里可以看出，伟大的艾老应该也是个坚定的决定论和宿命论支持者。在我个人看来，我们应当相信命运，我们应当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感悟。不过，这绝不是在承认一个消极的人生观。在我们推翻传统认知上的努力成功论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去定义人生的消极和积极。在传统意义下，我们所认为的成功不过是富贵、名利。当我们老了，回忆一生的时候，我们是否会考虑我们银行卡上的余额？我们是否会考虑自己的房子公司？我们努力奔波了一辈子，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积累下来的富贵名利都带不走。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当我们不知道自己命运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一生的精力投入到追逐富贵名利之中。这样的我们很难去滋养心灵，确立人生的意义，会忽视对人生的体验，也很难去做一个君子。所以说，追逐传统意义下的成功，很难说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真正积极的人生观，是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我们都能活出自己的人生意义。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不同的人生处境里面，我们都做得像个君子一样，才能说是真正的君子，始终如一地享受纯粹的人生意义。这样的境界或许很难，但值得我们去追求。当我们躺在病床上回忆自己一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最大的欣慰是什么？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当我们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终极关怀终于来了，我们终于对自己的人生意义有了领悟，可惜为时已晚。